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用平底锅做到非常好吃的香酥烙饼，不需要发面啊，做起来很方便，调馅也是很家常的。今天做的是酸菜馅的，但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替换成别的菜，在家就能轻轻松松吃上香酥好吃的菜盒子。首先和一个最简单的面团啊，是500克的中筋面粉，就是家里最长的面粉，加入400克的水，再加入5克的白糖，最后加入2勺约10克的油，揉成面团就行。这个就是做香酥牛肉饼的面团，不放酵母做出来的饼是脆的，而且可以前天晚上把面团和好，放在冰箱的保鲜层，第二天来用。就像视频里这样，简单的揉成一个团，没有干粉了就行。揉好之后再抹点油，方便用的时候取出来，然后盖起来，最少等1个小时以后就能用了。时间长一点的话，2个小时到3个小时，面团会更好用。那接下来同样再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酸菜馅儿，这还是前段时间给大家分享酸菜团子的时候买的东北酸菜。酸菜都是提前腌制好的，也不需要处理。如果感觉酸菜太酸的话，可以过一遍清水，能吃酸的朋友就不需要了。过一遍清水，把水掐干净，然后把酸菜切一下。这颗酸菜大概有1000克左右。酸菜也不用切得太碎，切好之后放在盆子里，接着再切上一点肉馅儿，最好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吃起来更香。手切肉馅儿吃起来口感好一些，或者直接用现成的肉馅儿，可以多放一点啊，就准备500克。切成肉丁之后，就普通吃饭的勺子加入4勺的生抽，半勺的老抽，然后调拌一下，先把肉馅儿腌制上。刚才准备的面团最少要放1个小时，等面团快好的时候啊，再来调馅儿。那调馅儿就是把腌制好的肉和酸菜先放在一起，接着再加入80克的葱花，30克的姜末，半勺的胡椒粉，1勺蚝油，5勺炒菜的食用油，然后调拌均匀。除了刚才肉里放的生抽老抽，后面就不要再放了啊！烙饼放太多生抽老抽，烙的时候出汤汁就发黑了。那这个做法也可以把酸菜换成别的菜，但是要注意，如果换成韭菜啊，就不要放葱姜了。像白菜、芹菜这种水分大的，需要先杀水，其余的就没有什么注意的了。这就是一个很家常也很通用的调馅方法了。调拌均匀，最后加入盐。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，可以先加入半勺尝一下，感觉淡了可以再加，最后调拌均匀就立马来制作。面团水分很大，手上和案板上多抹点油，不怕油多啊，不沾手就行。一会儿还要放在平底锅里去烙的。取出面团不需要再揉了，直接分成15个面剂子。面剂子分好之后，需要先把平底锅加热上，油需要多放点，用小火加热，然后立马就去包馅儿，包一个往锅里放一个，这一步要同时进行。面剂子直接用手压成面皮，面皮特别薄特别软，包上馅儿不直接往锅里放的话，一会儿就露馅了。这也是为什么面团要静置1个小时以上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让面团的延展性变得非常好。如果放上2到3个小时会更好用，这样皮儿薄馅儿多，烙出来的饼才好吃。但是包馅儿的这一步啊，有一定难度，如果操作不了，可以把面皮包的稍微厚一点。视频里是准备了500克的面粉做了15个，包不了的话可以准备750克的面粉做15个。一个平底锅能做3个，用中火烙，时间控制在6到7分钟之间就行，烙到两面焦黄上色就熟了。时间不能低于5分钟，里面有肉不然烙不熟，也不能太长，不然汤汁就都没有了，就控制在6到7分钟最好。那做这道饼，如果提前把面和好的话，想吃从调馅开始，半个小时就能吃上。那到这里，这道家常的香酥烙饼就做好了，趁热吃非常香啊！
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